这几年，皖南旅行突然变得很热门，但小红书上 P 到过头的美图和各种夸张踩坑吐槽几乎一半一半。对我来说，徽州一直有一种吸引力，我还是决定豪赌一次，用4天去皖南秋游。宏村、西递这些最热门的古村，真的是必去的吗？最被低估的宝藏村落又在哪里？传说中油大又重口的徽州菜，真的那么难吃吗？哪里最好拍？最无聊？哪家店最好逛？哪家民宿让人想一住再住？这期明信片真诚分享在徽州的旅行之最。皖南称得上历史文化名村的就有20多个，时间有限，究竟哪些值得去呢？一大早出发去宏村，想避开人潮。为了防火、方便灌溉和生活用水，明代有名的风水师设计了宏村水系，修了月沼、南湖和各种暗渠，把水引到家家户户门口，形成活水绕村的格局，也成就了现在非常上镜的水景。在镜头前虽然美，但镜头后已经非常拥挤，旅游团一茬接一茬，空气中有一种走马观花、打卡拍照的浮躁气氛，对于喜欢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逛的人是一种折磨。一定要来宏村的话，我推荐等晚上没有旅行团的时候再回来逛。宏村的晚上果然更可爱，虽然还是很热闹，但不拥挤也不吵闹，可以静下来看着湖面发呆，去小店里面寻宝。街上的毛豆腐看起来也有点吸引人，但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吃。晚上的宏村可能不适合出片，但适合闲逛。北宋时期建村的西递也是一个徽州宗族村，胡氏家族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将近1000年，村里有100多个保存良好的明清住宅，村民仍然住在这些房子里。这儿的旅行团比较少，生活气息浓厚很多。高高的马头墙起到防火和挡雨的作用，也是这些建筑能够完整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。每家每户一定会有天井，雨水落到院子里，会从砖底下的水道流入自家的田地，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家家户户都有楹联，可以看出胡氏家族虽然是做徽商发家，骨子里非常重视读书。白天，村民把房子开放给游客参观，有门票分红，也会在自己家卖一些纪念品。跟宏村相比，这儿的体验好太多了。在西递，感觉可以慢慢逛，慢慢品味，逛累了也可以吃吃喝喝。看腻了老房子，还可以看一看田园风光。因为既有古宅，又有光影透视分明的风景，好像总有很多艺术生来这里写生。而正在认真画画的他们，本身也是很美的风景。除了这2个最热门的古村，在一些游人很少的村子，更能感受到本土风情。有时候对一个村子的感觉，并非来自镜头前的景色，而是镜头后感受到的悠然。电影《卧虎藏龙》里，杨紫琼和章子怡那场精彩的打斗戏，就是在这个祠堂里取的景。天哪，我完全没想到，那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场景了。我也是因为这部电影爱上了杨紫琼，真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美妙感觉。离它不远就是电影《菊豆》的取景地，那儿甚至依然保留着电影的染坊道具。说伏羲改编的这个电影当时上映的时候尺度有点大，题材很禁忌。很难想象游人少、门票便宜的南平古村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。村里有72条古巷、36眼井，沿着纵横的古巷分布着300多个古民居。有一家甚至保留了从清朝至今的4种不同灶台，
一间厨房真实地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下午5点，街巷里传来了各家做饭的香味儿，鸭子成群结队地回到村里。南平真的值得被更多人发现。接着去逛一逛最文艺的村子碧山村。想去碧山村是因为曾经的碧山计划。2011年，2位来自北京的策展人跑到这儿安家，发起了一个项目，找来艺术家、建筑师、学者，在村里改造老房子，办展览跟研讨会，办夏令营，找设计师活化传统手艺，办小型的艺术节，试图用审美、艺术和文化重新振兴乡村生活方式，来抵抗过度的城市化。听起来和濑户内海艺术节的初衷非常类似。这个理想主义的共同体因为种种原因在6年之后戛然而止。虽然它结束了，但它在碧山村留下的影响清晰可见。希望中国未来还能有更多这样的实验。另一个值得一去的古村是唐模，虽然已经是5A 景区，但完全不拥挤，商业化也不严重。从唐朝开始建村，因为经济活跃、民风淳朴，被叫过唐朝模范村。唐模村非常重视教育，在清代，村里的许氏家族出了3位翰林，近代出过有名的教育家，办了安徽第1家女校。哇，这么萌！村的尽头是一座江南园林，据说是一位富商为了孝敬母亲仿西湖建造的，面积很大，而这么适合散步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竟然空无一人。要说这次旅行中哪个景点的门票最不值，可能是塔川。据说塔川秋色非常有名，可惜这里10月底还没有到秋天，木臼树还没有变色，稻田也有点倒伏，所以只能说这是一次不合时宜的相逢。但是离开塔川的时候，经过了一片金黄的稻田，于是决定在田边的咖啡馆小坐，晒晒太阳，听听鸟叫，在田埂上荡个秋千，望着淡淡的白云发个呆。这片不需要门票的风景，倒成了旅途中的一个高光。这次旅行中最有诗意的一刻，大概是这个清晨。忍住困意，来到观景台，太阳缓缓升起，芦村炊烟袅袅，勤劳的咖啡车已经开始营业。我也许是当天的第1位客人。一条土狗静悄悄地钻过来，希望以安静的陪伴换一口吃食。如果能多有几个像这样的早晨，也许我不介意变成早起型人。徽菜虽然是8大菜系之一，但存在感并不强，而且经常被吐槽重油重盐。在本地司机的指点下，几天吃下来竟然没有一次踩坑。招牌臭鳜鱼是一定要点的，好的臭鳜鱼1筷子夹下去，肉完全不会散，气味也没有想象中的强烈。皖南当地的物产意外的丰富，汤和蔬菜也都很美味。这家路边的黄山烧饼不是网红，没有任何营销，但非常受本地人欢迎。新鲜出炉，现场吃，酥皮儿加上梅干菜和鲜肉馅儿，无比酥脆，油香四溢，超级好吃。环境最好的是偶园餐厅，隐匿在一个非常有禅意的小院子里，很适合情侣约会去。炒青菜、笋干、小炒肉、东坡肉都非常不错，颜值和味道双重在线。而最惊喜的是前口这家环境朴素的餐厅，餐厅里只有老板和夫人掌勺，味道可以称之为惊艳。我妈甚至加了老板的微信，回家要向他订购臭鳜鱼，而老板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。11点
点不到11点不做生意的，这是我们的规矩啊。因为我跟他呢都是老好多年了，我每年都到他这里来。你像一般的，我就坦白来讲，我不管你什么课。齐云山是道教4大名山之一，海拔只有500多米，还有缆车上下。去之前我想得很轻松，但是做完上山索道，才发现它的环线几乎没有一点平地，每一步不是在上台阶儿，就是在下台阶儿。于是全家练腿日正式开始。香炉峰、真仙洞府、玉虚宫，名字听起来都很仙儿，但每一个景点都长在一个新的坡上，甚至连村子也修建在半山腰，村民的腿脚一定都特别好。幸亏面对香炉峰有一家氛围超级好的咖啡馆，可以歇歇脚。在齐云山的最后一站是紫霄崖下的玉虚宫，在明代依山凹而建，与崖壁融为一体，非常壮观。玉虚宫之后，环线仍然在继续，但我们一定要下山了。有时候适可而止也是旅行的重要原则。选这座古宅可能有点作弊，因为它是由26座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徽派建筑整合成为的建筑群，但它完整的展示了钟鸣鼎食的徽州富商家里可能出现的一切元素：肥梁寿柱、各种精美雕刻、自家的戏台、接待贵宾的大厅，还有恶心穷亲戚的旁门。但也不用羡慕，在这样的富家小姐出嫁之前是完全不允许下楼的。这样没有自主性的富贵生活，还不如当个现代的牛马。讲真，徽州古城的主街让人毫无想逛的欲望，仿古建筑、同质化的小店、旅行团挥舞的小旗，但拐进陡山街，就好像突然跨过了一个结界。安静的窄窄的街巷，摸到发亮的青石板，墙皮斑驳的老宅，自由自在的猫狗，还有一种仍然有人住在这儿慢慢生活的烟火气。在热闹的城坎村门口，推开一扇隐蔽的小门，通过一大段蜿蜒的竹林、荷塘，就到了永兴湖边的这座民宿。期间保存完好的徽派古宅，在这间民宿里焕发着新生。主理人说，9年前他探访了很多古村落，才决定把酒店建在城坎的永兴湖旁边。当时这儿还没有很热门，是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。位置绝佳，在客房里就能看到接天莲叶。哇哦，是早餐和下午啊？早餐跟下午茶。大堂的插花太有艺术感了，一起在古老的大堂里吃一顿早餐吧。新鲜蒸物、南瓜粥、鸡蛋酒酿，热气腾腾的早餐真能给人幸福感呢。一起来一个 room tour， 我住的房间有天井，老板说是风水大师的指导，所以他宁可牺牲开辟更多的房间，也要保留它。打开客厅的侧门，就可以坐拥永兴湖的美景，感觉可以在这里发呆一下午。民宿提供下午茶，非常适合一家人坐在树下，面对一片碧绿的山水，喝茶聊天，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。
在皖南另一半行程住在黄山悦榕庄。你们好呀，小咩咩。它是一个度假村式的大型酒店，占地很大，甚至还有一个迷你动物园。大堂的中庭还有孔雀，很适合亲子旅行。房间不小，屋顶非常高，还带有阳台。虽然酒店19年才建成，但是很多地方都已经显得陈旧，尤其是在卫生间，地板、边角都磨损得很严重。不过园子里还是很美的，有些房型还有停车位，非常方便自驾游。很多人只会在傍晚来这儿看鱼灯表演，但我更爱早上的晨看。在晨雾中走过石桥，穿过无穷的门洞，在古宅里徘徊，有种不知今夕是何年的感觉。城坎八面环山，龙溪河从北往南呈 S 形穿过村子，整个位置和布局都非常符合易经的八卦图，也被称为中国风水第一村。城坎的美在于小景，跨过一个门洞，穿过一条走廊，似乎每个角度都有独特的美感。八卦八门有所有摄影师向往的透视感，但早上人并不多，随着太阳的升高，光影也会变化出完全不同的构图。皖南气候湿，粮食不晒干容易发霉，村民会趁着天气好，把收上来的粮食摊出来晒，直到能入仓储存，叫做晒秋。城坎有3条主街，99条巷子，是个迷宫一样的村子。我们也在里面一度迷路，找路的时候，说不定在哪个街角就能遇见散养的猫咪。我也不介意多走几条冤枉路。烟雨中的城坎，好像走进了吴冠中的画里，一切都沾上朦胧的诗意。村子另一头的罗东书祠，在院子外面就可以闻到清甜的桂花香，但为了这棵有400年树龄的银桂，就很值得来这里逛一逛。罗东书是城坎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，明代的理学家和教育家，家族后人为他建了这个超级豪华的个人纪念馆。徽派祠堂著名的砖石木3雕在这里也被用到了极致。在绵绵阴雨中，我们要离开树德堂了。临走前还送了小点心，服务真的非常贴心，下次还想去住。来城坎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鱼灯表演吸引，据说是从南宋起，徽州这边的过年习俗，用竹子和布做成鱼，绕村子游一圈，求年年有余。表演在日落前开始，夜幕降临，鱼灯队从广场绕到湖边，烟花开始点亮了夜空。整个活动虽然专为游客设计，但是真的很过瘾。回到晒秋广场，我们一家人都蹦蹦跳跳地加入了鱼龙舞的行列。之前对这个旅行最不在意的我妈玩得最开心。表演在七彩烟花中华丽结束，然而我还没有过足瘾，因为太开心，去文创店买了一个小鱼灯，又回到广场上自己舞了一圈儿。左边是菊花，右边是竹子，感觉好文雅的一条路。在4天的行程中，要不要特意去一趟鸡公尖，这很难下结论。这儿以漫山遍野的柿子树出名，但不等到树叶掉光只剩柿子的时候，景色是一般的。
我们去的那天阳光正好，柿子已经进入收获的季节，家家户户晾晒柿饼，路边农家非常欢迎路人进去参观，买不买东西无所谓，不偷柿子就好。除了柿子，还有葫芦、大片的竹海和菊花田。我第一次看到农家刚刚亲手采下来的菊花，处理之后是高品质的贡菊。陶渊明诗词里的田园生活，在这儿完全被具象化了。如果说几百上千年的古村古城是皖南旅行的主菜，那西南就是一处自然清新的调味剂。从丰阳林的小河坐竹筏顺流而下，这儿真的好像是一个细雨中的仙境。小河分叉成几条小溪，村里的房子顺着水展开，家家户户都有花，有田，有果树，世外桃源真的就是这儿没错了。会不会被柚子砸到？这儿意外的有一些非常文艺的咖啡店和工作室，比如这家小片儿的店，老板是东北人，退休以后搬来这儿养老。女儿是学工艺美术出身，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父女俩独一无二的原创。对于文创爱好者来说，这是不容错过的宝藏小店。这已经定出去了，这里面都是那个有一些事事如意4个字。这儿也是我们皖南之旅的最后一站，之后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。需要4天完整行程的话，可以弹幕或者留言告诉我。下一站见喽！